現在是2026年1月，咱們回看2024年底，當時各路西裝專家信誓旦旦預言，2025年將是烏克蘭的至暗時刻，基輔要被俄軍囤積了1年的導彈炸回石器时代，老百姓嚇得囤蠟燭、貼膠帶，坐等大1萬的雷霆一擊。結果呢，連打得啪啪響，那條壁崩的電網不僅挺住了，反手還能給歐洲出口電。被吹上天的高超音速神器變成了廣場上的自拍背景板。漫天的無人機除了給農田施肥、消耗點機槍子彈，唯一的戰果可能就是嚇壞了幾隻野兔。翻開2025年的戰報，你會發現這絕非運氣，而是一場防空史上前所未有的降維屠殺。今天我們就來復盤一下烏克蘭這群守望者是如何把世界第2空天軍硬生生打成送貨上門的散財童子的。咱們先來點硬菜，看看這筆賬是怎麼算的。2025年全年，俄軍對烏克蘭發動的空襲規模，其實比2024年還大了30%。這是俄軍後勤部那幫愁禿了頭的參謀們算的。他們把蘇聯老底子都快掏空了，甚至從隔壁朝鮮那兒搬來了不少煙花，試圖用數量淹死質量。但烏克蘭交出的答卷是什麼呢？攔截率92%。注意，這個92%不是那種我攔截了你的彈體，但你的彈頭還是炸了我家房子的水分數據，而是實打實的空中解體。在巡航導彈領域，像 KH-101、KH-55這種曾經的殺手鐧，在2025年的攔截率高達96%。哪怕是那個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匕首高超音速導彈，在2025年5月的基輔大空襲中，俄軍一口氣梭哈了12枚，試圖打穿愛國者的陣地，結果被烏克蘭人像打地鼠一樣叮鈴咣當敲下來10枚。剩下的那2枚呢，一枚打偏了掉進第聶伯河炸魚，另一枚因為質量問題自己就在半路解體了。至於那漫山遍野的沙希德自殺式無人機，也就是俗稱的小摩托，更是慘不忍睹。2025年，烏克蘭擊落了超過6000架這類無人機。到了年底，這玩意兒的攔截成本甚至降到了負數，因為烏克蘭人根本不用導彈打它了。這一年的戰果匯總起來就一句話：俄軍每發射10億美元的彈藥，能造成的實際損失，可能還不如基輔修路隊1天的開銷。這不是戰爭，這是赤裸裸的金融詐騙。很多人可能會納悶，烏克蘭哪來那麼多導彈？愛國者再好，那導彈也貴啊，一枚愛國者幾百萬美元，打一架2萬美元的小摩托，這買賣誰幹誰破產。這就得說到2025年烏克蘭防空最大的神來之筆了——弗蘭肯斯坦防空网。這是咱們常說的土法煉鋼，但人家煉出來的是鈦合金。你看啊，西方的導彈是好，但發射車少；蘇聯的發射車多，像什麼山毛櫸、SA-11，但導彈早就打光了。烏克蘭的天才工程師們加上歐美的技術宅，在2025年把這2樣東西完美的縫合在了一起。你敢信？一輛滿身鐵鏽，看着就跟廢品站裡拉出來的蘇制薩姆發射車，雷達一開，上面掛着的竟然是美制海麻雀導彈。這種混血兒不僅解決了彈藥荒，還讓俄軍的電子對抗部隊徹底蒙圈。雷達信號明明是蘇聯的，飛過來的導彈卻是歐美的，這干擾機到底該開哪個頻道？但這還不是最糟的。2025年真正的 MVP 其實是所謂的聲學獵人系統。烏克蘭在全國布設了上萬個，這些傳感器聯網後，能聽出小摩托發動機那特有的突突突聲。只要無人機一進國境 ，AI 立馬算出航跡，然後把數據推送到前面幾百個蹲在皮卡車斗裡的機動防空組手裡。這幫機動組手裡拿的是啥？不是導彈，是2戰老古董，雙管甚至是4管機槍。這就叫物理降維。你無人機不是便宜嗎？我子彈更便宜，幾百發子彈換你一架無人機。這交換比連華爾街的精算師看了都得流眼淚。當然，數據是冰冷的，但打仗的是人。2025年的烏克蘭天空之所以这麼硬，是因為有着一群硬骨頭在下面撐着。我們得聊聊那位傳奇指揮官安德烈上尉。這哥們兒是基輔周邊一個愛國者連的指揮官。2025年3月的一個凌晨，俄軍發瘋了，搞了一次極其複雜的混合攻擊。先是幾十架無人機騙雷達，緊接着是低空掠海飛行的巡航導彈，最後高空還藏着幾發彈道導彈。這種打法就是要讓你的火控雷達過載，讓你手忙腳亂。安德烈當時面臨的情況是，系統瘋狂報警，屏幕上的目標多得像貪吃蛇，到了大後期。按理說這時候該交給全自動模式，但他沒有。他憑着那股子在戰場上磨出來的直覺，強行手動接管了火控分配。他判定第一波無人機全是誘餌，直接无視。他讓兄弟部隊的獵豹自行高炮去對付低空導彈，而他的愛國者就死死盯着高空那幾個看似不動的光點。果不其然，那幾枚高空目標突然加速俯衝，是彈道導彈。就在那千鈞一发之際，安德烈按下了發射钮。幾聲巨響之後，基輔的夜空炸開了幾朵絢麗的煙花。如果他當時慌了，或者去打那些誘餌，那天晚上基輔市中心的一座婦產科醫院可能就沒了。
事後有人問他怎麼判斷的，這哥們兒點了根煙，淡淡的說：“直覺。”還有那個哈爾科夫的聽風者奧克薩納，他不是軍人，原本是個大學音樂老師，戰爭開始後加入防空志願營。2025年冬天，哈爾科夫遭遇極寒，電子設備經常罷工。奧克薩納帶領的探照燈小組負責在夜間給高射機槍指引目標。那是一個暴雪之夜，風聲大的連雷達都受干擾。但奧克薩納愣是憑着他那雙能聽出鋼琴走音的耳朵，在呼嘯的暴風雪裡分辨出了混雜在其中的極其微弱的無人機引擎聲。左舷11點，高度300，距離2公里。探照燈猛地一開，光柱像利劍一樣刺破風雪，精準地照住了一架正準備俯衝變電站的沙希德。緊接着，高射機槍的火舌跟上，那架無人機在距離變電站不到500米的地方被打成了碎片。那天晚上，他一個人指引擊落了4架無人機。他說：“我以前聽的是柴可夫斯基，現在我只聽這種死亡金屬，而且我必須讓它停下來。”如果你以為這就是全部，那還是小看了這場大戲。到了2025年下半年，真正的空中長城最後一塊拼圖補上了。F-16機隊終於形成了完全戰鬥力。以前我們看空戰電影都是纏鬥，但2025年的烏克蘭 F-16幹的是守門員的活。俄軍的巡航導彈為了躲避地面雷達，喜歡鑽山溝貼水面飛。這時候地面雷達是有盲區的，但 F-16沒有。他們掛着 AM-120 和 AIM-9X 在後方搞空中戰鬥巡邏。一旦預警機發現有漏網之魚穿過了第一道防線，這些 F-16就會像獵鷹一樣撲上去。有個著名的戰例發生在2025年8月，代號收割日，俄軍試圖用2枚極其昂貴的 Kh-101隱身巡航導彈偷襲烏克蘭西部的能源樞紐。這2枚導彈飛得很雞賊，專門繞開了防空密集區，眼看着就要命中了。2架 F-16突然從雲層上方俯衝下來，烏克蘭飛行員甚至沒用雷達鎖定，而是利用头盔瞄準具，直接用紅外格鬥彈在市區內把這2枚導彈給做了。這不僅是技術的勝利，更是體系的勝利。這意味着烏克蘭的天空從篩子變成了鐵板。但我們還得再往深了扒一扒，這所謂的銅牆鐵壁背後，其實還有一場更隱秘的代碼與芯片的戰爭。你以為弗蘭肯斯坦僅僅是把美國導彈掛在蘇聯發射架上那麼簡單？太天真了，這裡面藏着烏克蘭程序員的頂級智慧。2025年你會看到一種奇景，在那些滿山油污的防空陣地上，士兵們手裡拿的不再是笨重的俄式操縱桿，而是民用的平板電腦。烏克蘭人開發了一套名為刺蝟的分布式防空軟件，把原本孤立的山毛櫸、愛國者、獵豹高炮，甚至是手持毒刺導彈的步兵，全部連進了一個加密的雲端網絡。以前是雷達看見了還要层层上報，等命令下來，導彈早飛過去了。現在是前線隨便一個聲學傳感器聽到了動靜，系統瞬間就在幾毫秒內算出最優解，是派 F-16去截殺，還是讓前面的機槍組順手給突突了？這種去中心化的扁平指揮，才是把俄軍參謀部逼瘋的根本原因。俄軍的導彈還在按幾十年前的死板教條規劃航線，而迎接他們的是一張隨時在變，不僅有火眼金睛，而且還長了大腦的網。這對俄軍士氣的打擊是毀滅性的。據截獲的俄軍飛行員通訊錄音顯示，2025年下半年甚至出現了罢飞的苗頭。俄軍圖95轟炸機的飛行員們心知肚明，他們按下發射鈕的那一刻，不僅僅是在燒錢，更是在羞辱自己的職業生涯。以前發射導彈是死神點名，現在發射導彈成了給烏克蘭防空部隊送經驗包。當你的頂級武器變成了對方刷戰績的玩具，這仗還怎麼打？這已經不僅僅是軍事上的失敗，這是一種從技術到心理的全面崩塌。最後，我們得把目光放長遠點。2025年，烏克蘭這套打法實際上是給全世界中小國家上了一堂生動的非對稱防空課。他告訴所有人，昂貴的矛未必能刺穿聰明的盾。以前大家以為防空就是比誰的導彈更大、更粗、更貴。烏克蘭用實戰證明，未來的天空屬於傳感器融合，屬於 AI 算法，屬於那些敢於把民用技術魔改上戰場的極客。那個曾經不可一世的第二軍事強國，用自己的底褲換來了全球軍事教材的更新換代。這筆學費交得太沉重，也太諷刺。現在我們站在2026年回頭看，2025年烏克蘭防空戰果的意義，這不僅僅是防空，這是對舊時代的公開處刑，這是一場消費比的革命。俄軍依然停留在大炮巨艦的思維裡，迷信只要把幾噸炸藥扔過去就能解決問題。他們為了制造一枚導彈，需要耗費被制裁的千瘡百孔的工業鏈條上幾個月的產能。而烏克蘭呢，他們正在用分布式的傳感器，用民用改裝的廉價設備，用高度智能化的指揮系統，構建起一套你可以打進來，但你絕對出不去的各種花式攔截網。這就像是一個渾身重甲、揮舞着巨斧的笨重騎士，正在試圖砍死一群拿着電擊槍、開着平衡車、還連着武器網的現代特警。騎士每一次揮砍都累得半死，而特警只需要輕輕扣動扳机。
烏克蘭的防空部隊在2025年實際上是在給全世界展示什麼叫現代戰爭的拒止能力。他們證明了，只要體系是對的，哪怕面對飽和攻擊，防守方依然可以做到滴水不漏。那些曾經被軍事專家吹得神乎其神的突防戰術，在這一年裡，統統變成了笑話。2026年的早晨，基輔的防空警報依然偶爾會響，但人們的臉上已經沒有了恐慌。大家該喝咖啡喝咖啡，該罵老闆罵老闆，因為所有人都知道，在頭頂那片看不見的雲層之上，有一張由無數雷達波、算法代碼和英雄熱血編織成的巨網。這張網告訴侵略者，這裡是禁飛區，這裡是文明世界的盾牌。你想進來，先把買路錢留下，那是你們所有導彈的殘骸。這就是2025年烏克蘭防空部隊交出的答卷。什麼叫銅牆鐵壁？這就叫銅牆鐵壁。什麼叫英雄史詩？這就是活着的史詩。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可以在評論區留言。我是火力軍。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讓我們保持關注，保持憤怒，也保持思考。你的每一次點讚和轉發都是對深度思考的支持。咱們下期接着聊那些更離譜的戰爭故事。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我們頻道一直在聊真實的軍事資訊和武器裝備，後台也經常有朋友問，有沒有值得推薦的入門級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觸到的產品。首先，它的外形還原度做得相當不錯，比例準確，武器上的一些關鍵細節和標識也都有體現，材質也說得過去，拿在手上有不錯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備一定的可動性，对於理解基礎操作原理有一定幫助，讓它不僅是個靜態擺件。綜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來看，價格確實比較親民。對於想入門模型收藏，或者單純想在桌上貼一個擺件的朋友來說，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選擇。商品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